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加密星球。一条推文能让全网来痛骂一个人。CZ 赵长鹏只说了8个字儿：买入并持有，不错。下一秒呢，全网都炸了。你害我们亏钱，你上垃圾币，操控整个市场。更狠的是，大家开始翻旧账，连10月11号那场190亿爆仓的旧账全部都翻了出来，要他背锅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只问一个问题：这些人所恨的、所骂的，真的是 CZ 吗？还是说他们在恨这些大的交易所？还是说因为亏钱了在发泄情绪？先来聊聊事件的来龙去脉。1月25号 CZ 呢发了一条看起来很普通的推文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很少有交易策略能够跑赢简单的买入持有，这个不是财务建议。就这么一句话引爆了整个币圈。具体是什么原因呢？你要知道，他说这句话的时间点有点太敏感了，因为那几天呢，市场根本就不在讲道理的状态。从1月下旬开始，比特币一度在9万美元附近晃悠，随后呢，市场情绪转差 ，ETF 一直在流出，黄金也开始下跌，比特币的价格开始走出瀑布式的路线，一路跌破关键的支撑位，到现在2月初已经跌到了7万多美元的区间，从12.6万最高点到9万，再到7.3万，下跌了42%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说你的账户里边每天都在缩水，从100万变成了58万，你的心态呢本来就紧绷着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想刷刷推特，想找点安慰，想找找原因为什么市场在下跌，结果呢，你看到 CZ 在说买入持有，不错。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不会说，他是不是在讲长期的投资理念？你可能会直接炸毛，你有病吧？我就是因为从你们家币安所买的币，现在呢正亏得要死，你还让我继续拿着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件事发酵的越来越大。不是那条推文本身有多刺耳，而是行情上很多人在亏钱，一直在亏。亏钱的人呢，可能神经都要崩断了。但我们先冷静一下，客观的来看一看 CZ 到底有没有资格来说这句话。如果纯粹从投资学的角度去讲，他说的其实没有毛病。传统的市场有大量的研究都在证明一件事，绝大多数的主动的交易者长期跑不赢被动的持有。道理很简单，你越频繁操作，越容易交学费、手续费、情绪化的操作，错过大的趋势。这些呢，它都会吃掉你的收益。可问题是，币圈它不是股市，在股市你买的是公司，你买苹果，5年以后苹果还是苹果，可能还会更加值钱了。在币圈呢，你买的很多的时候是叙事和预期，今天是热门的项目，3个月以后呢，可能直接就没有声音了，直接归零了。更要命的是 CZ 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币安的创始人，一个公众的人物，还是一个高级的 KOL。他随便一个表态就可能让一个垃圾项目被全网关注，一个上锁的决定可能会带来海量的资金，一个下架的动作甚至让项目当场就死亡。如果他在牛市说这个话没有问题，没有人会在意。但现在呢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熊市，很多人已经亏麻了，100万变成了50多万。这个时候很多人听到的不是投资建议，而是你还在忽悠我吗？我之前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才亏了那么多钱，在10月份就是因为相信币安，所以呢我亏了一大笔钱。你现在还在大言不惭地说这种话。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儿，真正的问题是在用户的心里面，用户把币安到底当成了什么？市场上现在一共就那么几家大的知名的交易所，我们可以把每个交易所呢想象成是一个超市 ，Coinbase 就像 Costco 一样，会员制，门槛高，偏合规，货不一定多，但主打的是相对放心。OKX 呢像家乐福，国际化的运营，产品齐全，但在某些地区水土不服。Bybit 呢像 7-Eleven， 随时随地交易体验顺手，擅长快速的去消费。那币安呢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很多散户以为币安是山姆超市，精选商品，品质保证，为会员严格的去把关。但现实是什么样的呢？币安更像沃尔玛，货架巨大，
什么东西都有，价格也诱人。可沃尔玛的逻辑是，我给你选择，不替你去做判断，这个就是认知错位的开始。散户的心理是，我在大所买的，我以为你替我把关，结果呢，我买到的是三无产品，亏的是我的钱，真金白银。边的逻辑是，我只是提供货架和交易通道，买不买，买什么，风险有多大，请你自己看清标签。更深层的问题是，真正的那种山姆式的交易所，只卖精品的币种，为用户严格把关的平台，在币圈到现在还没有出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加密的行业还太年轻，没有人能够保证今天的所谓的优质商品，明天不会变成废品。但用户他不这么想，特别是那些在10月11号失去一切的用户，他们被打懵了。怎么在币安这家山姆超市里边也有假货，有地沟油，有毒奶粉，而且出了问题还投诉无门？所以用户急了，我被币安给忽悠了，怎么能够这样？我到底还能相信谁？有些不是币圈的人可能不太理解这些散户的愤怒，但如果你知道10月11号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你可能就会同情这批散户。那一晚很多人看到的不是说 K 线下跌10%、20%或者是30%，而是账户在几分钟之内彻底被清空了。有人睡了一觉，早上起来发现账户里的钱没有了；有人只用了3倍、2倍的杠杆，依然被清算。根据多家数据的平台统计，短短的24小时里边，市场出现了接近190亿美元级别的连环清算，杠杆呢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去了。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那一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可以看看我之前的那一期10月11号暴跌的那期视频。这里呢，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，一个网名叫做稳健投资小白的用户，在那天呢失去了他的全部的积蓄80万人民币。他买的是 USDE 稳定币，用的是3倍的杠杆，想着稳定币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这个是1:1对美元的，结果呢 USDE 稳定币脱钩到了0.65美元，杠杆被清算，80万变成了 0， 变成了0。他在微博里边写道：我以为在币安买稳定币就是安全的，我以为大所就是品质的保证，我以为 CZ 推荐的策略不会有问题。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山姆超市的误解的代价。你以为你买的是严选，结果呢，你得到的却是自选。但这里边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币安确实在那段时间里边大力推广 USDE 稳定币，营销的文案里边写着稳健收益 APR 12%，风险可控。你能说用户的期望完全不合理吗？更要命的是，在那种极端的时候，很多的用户还会觉得页面卡住了， K 线显示的价格与真实的价格不一致，止损没有按照预期来执行，客服联系不上。哪怕这些情况未必影响所有的全部的用户，但只要你是那一个倒霉的人，你的感受就是这完全就是把网线插针，故意收割。所以你回头再看看，当 CZ 后来轻飘飘地说上一句买入并持有还不错，你觉得这些经历过巨震的人听到了以后会是什么一个感觉？不是投资的哲学，而是5个字：持有你大爷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这场争议到现在会爆成这样。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看 CZ 这个人，他到底在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？很多人骂他的时候会直接把他贴成贪婪的商人，也有人呢把他当成币圈的大家长，觉得他应该替行业背锅，替散户来把关。但说实话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种人，我们只能确定一件事，他几乎每天都在 X 上、Twitter 上讲话。而在币圈呢，一个人的发言频率越高，他就越容易被变成情绪的影射的那个目标。因为 CZ 同时踩在3个位置上，第一，他是商人，他和币安的利益绑定，平台要增长，要交易量，要手续费，这是一门生意。第二呢，他又是公众人物，他在 X 上的每一句话都会被放大解读，有人呢当成经验，有人当成暗示，有人当成信号。第三，他还被很多人给推上了行业代言人的位置。市场好的时候他是领袖，市场崩的时候他就成了那个背锅的人了。所以你会看到一个永远绕不开的一个问题，当
币安上线一个后来表现的非常差的项目，这是市场的选择还是商业的选择？后边有没有黑色的交易？当他说买入并持有不错，这个是分享他个人的人生经验，还是无形当中给平台的生态增加光环？在传统的金融里边，这种边界非常清楚，交易所负责撮合，券商负责服务，投资顾问负责建议，谁越界谁就会有麻烦。但在币圈呢，边界是模糊的。CZ 再怎么加上一句这个不是财务建议，也很难真的切割他的个人的影响力。而散户的逻辑也很简单，你既然享受了作为老大给你带来的一个好处，那出事儿的时候你就得承担相应的责任。这个就是这场争议的核心，不是我们能不能相信 CZ， 而是当一个行业把一个人推到大家长的位置，本身呢，它就是一个悖论。面对铺天盖地的攻击， CZ 的回应也很耐人寻味，他没有道歉，没有详细的解释，而是说 FUD 不会伤害目标，只会伤害市场。这句话呢又火上浇油了。用户听到的是什么呢？ CZ 在说我们是在恶意传播恐惧，他完全不认错，根本就不认错。但如果你仔细分析， CZ 更像是在表达一个他个人的一个观点，个人攻击解决不了系统性的问题，只会加深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。从逻辑上看，他说的没有问题，但时机选择太糟糕了。我怎么感觉他现在的选择讲话的时机有点像西贝的贾国龙？当你的用户还在为亏损痛苦的时候，你跳出来说这是FUD，这个不是在灭火，这是在火上浇油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圈内的大佬也开始选边站队。Solana 的联合创始人转发攻击币安的推文， CZ 直接把人家给取关了。其他的交易所的 CEO 也纷纷撇清关系，整个币圈撕成两派，开始打架了。底下的吃瓜群众开始看热闹。但问题是，这场撕裂解决了什么问题没有？用户的钱还是没有了，市场还是在下跌，系统的漏洞还是在，行业信任危机反而更加深了。但说到底，这场闹剧真正暴露的不是 CZ 一个人的问题，它暴露的是币圈今天的仍然带着一种巨婴气质。什么叫巨婴呢？就是在关键的时刻，第一反应永远是找个大人出来负责，而不是建立成熟的制度。出了问题不反思自己的风险管理，而找个人来责怪；亏了钱也不检讨自己的投资逻辑，而找个平台来骂。没有监管，就把希望呢寄托在良心企业家的身上。这种心态的背后是对中心化救世主的依赖，从威神的被神化，再到 CZ 的被群起而攻之，币圈呢一直在重复着同一个剧本：造神、依赖、失望、毁神。但成熟的市场不是这样的。纳斯达克的 CEO 会因为某只股票暴跌被全网攻击吗？不会，因为责任边界清晰。摩根大通的 CEO 会因为建议长期的投资被骂操控市场吗？也不会，因为有法规定义什么是市场操控。币圈呢需要的不是更好的大家长，而是更加完善的制度，上币与背书的边界，杠杆的上限与风控，极端行情的应急机制，以及信息披露的标准。一个行业如果只能靠找人背锅来宣泄情绪，那它离成熟还很远。但这里呢，我想谈到另外一个观点，这场闹剧可能是币圈走向成熟的转折点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它逼着所有人开始反思，交易所的责任到底在哪里？意见领袖的影响力该如何约束？用户的自我保护该如何提升？第二，它会加速制度化的压力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市场越大，参与者越多，对透明、风控、稳定性的要求就会越来越像传统的金融。尤其当越来越多的机构和普通人进场，没有人愿意在一场系统性的踩踏里边赌博赌命。第三呢，它也教育了加密货币的投资者，经历了这次风波以后的人会更加理性的看待所谓的大佬的建议，更关注项目的本质，而非平台的光环。所以我倒是觉得，这种争议越多，个人的崇拜的空间就会越小，制度信任的需求就会越大。这个就像互联网泡沫以后，真正的有价值的公司会脱颖而出，币圈也需要这样的洗礼。那些只靠炒作的项目会死掉，真正解决问题的技术会
会流行，那些只会跟风的投机者会离场，有风险意识的投资者会成长。这个过程呢，它会很痛苦，但是它不可避免。最后呢，给还在币圈的朋友3个建议：第一，搞清楚你在哪种超市购物，不要把沃尔玛当成山姆超市。币安什么都卖，但质量需要你自己去判断。想要精品的服务，可能要等真正的山姆式的交易所出现。第二，不要把任何人当神，包括木头姐，包括汤姆利，他们的建议只能作为参考，所有的建议都要经过你自己的大脑，要 DYOR 做你自己的研究。影响力不等于正确性，权威不等于全能。第三呢，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成熟的投资者只有一个底层的习惯：赢了不把功劳给别人，输了你也别怪别人。你可以批判平台，质疑规则，但别把自己的仓位交给别人的一句话或者是一则推文。币圈正在长大，你呢也要跟着一块来长大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呢就到这里。你觉得 CZ 他是一个受害者，还是应该负点责任？这场争议会让币圈变得更好，还是变得更坏？欢迎在评论区里边聊一聊你的想法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，入口呢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谢谢，再见。